回来。一大早我要先来大石公园看富士山。哇，好清楚的富士山，而且还是红色的，让我想到《凯风快琴》里面的红色富士山。但是我本来不太喜欢这一幅画，这幅画的红色让我觉得哇，好刺眼，好强烈啊，好像要到地狱的感觉。没想到我今天亲眼看到了红色的富士山，我觉得它好温柔哦，是一种女神大地妈妈的这种温柔的感觉。今天又多认识了这个世界一点点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哦，这里竟然有我最喜欢的冰淇淋品牌。是不是很美？是很温柔、很舒服的红色。这个粉红须须草配上富士山，是不是很梦幻呢？往湖边的话要小心一点，地上有水，石头有一点滑。这个画面真的太美了，我不想打上字幕破坏它。站在这里会让我联想到蓝色瑞吉山之日出，可能是因为现在刚好是日出的时间，也可能是因为我就站在一座大山的前面。还是因为在这一片宁静之中，一直有小鸟跟鸭鸭的嬉闹声。那一天，透娜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摸黑起床，看到了蓝色的宁静跟一群小动物？他也看到逆富士了。四周的山都是秋天的颜色，橘橘红红的，好喜欢哦。再散步一下下，就要开始今天的行程啦。先来河口湖车站买好这个富士五湖护照。在它的使用范围内，可以2天内无限搭乘公车，感觉很划算。第一站先来人野八海，不过我对这个地方其实没什么兴趣，主要是我要去的神社搭公车会经过，所以我顺路来看看。虽然写着请勿丢入硬币，但是里面有一堆硬币的池塘。一大早的，这里游客好多啊。多硬币的池塘与富士山，大家都在这里拍照哦。买了一杯山梨县的名产麝香葡萄，虽然它不是我最爱的秦王，但是它也很甜很好吃。买了
一个试喝一口就爱上的饮料，它是水蜜桃口味的抹茶。它不是什么厉害的抹茶，但是它的水蜜桃口味超赞。我有一位热爱水蜜桃的朋友，他一定会超级喜欢。还买了这个富士山版本的 Yukio， 它后面写着玉来光，头顶有一颗太阳。这里是付费解锁区，门票只要300yen，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进来，这里超级美，而且没什么人，一定要上来2楼的展望台哦。这里超多鱼，而且都好大只哦。你有看到鸭子一直在用它的小脚丫划水吗？天哪，实在是有够可爱的。锦鲤也太多只了吧？它们长大都会变得这么肥吗？接下来往里面走走，散个步，逛一下。这里保存着人野村最古老的古民家。这一间有一些德川时代的家具，这一台是以前的消防车哦。我刚刚觉得脱鞋子很麻烦，但这一间好像值得脱鞋子上去逛一圈。如果让你头晕的话，我很抱歉。这些箱子好像装满了宝藏的感觉。
这里太酷了吧！果然吃饭的地方，他们还有固定的座位，不能乱坐。哇，外面这棵枫叶太漂亮了吧，好红哦！红色的叶子掉落在下面的绿色树丛上，远远看像是开满了小红花。我觉得付费区真的是超级漂亮，而且很安静，好喜欢。逛得差不多了，准备要离开喽。离开的时候，外面的店家也陆续开门了，买了一串艾草口味的团子，甜甜咸咸，美拍家。接着继续搭同条路线的公车，来到山中湖。这是第3组神谕和神钮了，预计今天会去4间神社。这里很安静，没什么游客，我到处乱逛了一下。到处都是橘橘黄黄的颜色，完全就是秋天的氛围。我一边觉得哇，这里的叶子颜色好美哦，一边又想到，之前查山中湖这边是有熊出没的记录哎。但我就是被这些叶子的颜色吸引，一直往前走。我现在冷静之后觉得，真的是有点危险呐。因为都没有
其他游客，所以我走一下下就回头了，结束我超短暂的冒险。可能今天风很大，云很厚，山中湖看起来没有特别漂亮，所以我没有想要在这里多花时间停留。那就继续去搭公车，往反方向前往下一站吧。接下来要往新屋山神社前进，它的 Google 地标就写着3大财运神社之首，是不是看起来就很厉害啊？穿越鸟居，进入神的结界里。来抽一个宝石。耶，是大吉！真的很幸运，每一支签都是好的。下一间神社就在附近，用走的就会到了。到了北口本宫富士浅间神社，这个巨大的鸟居是不是很惊人啊？那一样进入鸟居前，小小的鞠个躬，跟人家打个招呼，然后尽量走在边边，因为中间是给神明走的啦。参道两旁都是有好几百年历史的老木，在大批游客抵达之前，我很喜欢走在这里的氛围。这里卖的玉珠印杖有富士山跟樱花，我觉得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这里还有卖超级可爱的元气物，每一个我都想带回家。这个夫妇块是2棵1000多岁的神木，它们长着长着就合在一起了。大家会来这里祈求家庭和睦。这个神社真的超多巨大的神木。
得我真的很幸运，我来的时候银杏已经黄了，枫叶也红了，而且在我快要离开的时候，团体的观光客才来。我在这些金黄、火红与橘色交织的树木环绕下，享受了一段舒服又宁静的时光。下一站是游客最多的新昌富士浅间神社。不自驾的话，还是可以搭公车回富士山站，再搭电车到下吉田站。但是因为公车误点，加上我已经累了，所以我是搭计程车过去。我真的看到这个人潮，我就想回家了。人这么多，还有人走一走要停下来拍照。我赶快逃离到旁边的斜坡，我不走楼梯这边。可爱的签可以抽啦！晚上再给你们看我在这里买的玉珠印。我先来去观望一下，看看富士山出来了没。哇，太好了，富士山被挡着，那我就不用逼自己往上爬去看那个塔了。我今天去了4间神社，天哪，我真的很棒。剩下最后一间神社留给明天吧。我现在打算去车站附近吃点下午茶。被这间的外表吸引，就决定是它了。这个冰淇淋看起来很厉害耶！太幸运了吧！1楼刚好剩这一桌。看出去是漂亮的日式庭院。我点了一份炸鸡、甜点，还有冰的焙茶。看看我的餐，再看看外面的庭院，感觉蛮不错的。我超喜欢炸鸡，这个炸鸡蛮好吃的。焙茶就还是不要点冰的比较好，没什么味道。甜点有奶油、寒天、红豆、葡萄组合在一起，非常搭。结束愉快的下午茶时间。
早上买的富士5湖护照，还可以搭下吉田到河口湖这一段的电车。小朋友会喜欢汤马士小火车吗？这个脸看起来就不太对劲啊！恐怖谷效应。脸还会裂成2半。接下来我打算去看红叶回廊。红线公车的人潮真的爆炸多。下车后，我发现红叶回廊那一条人太多了，所以我决定在外面走走就好了。外面的树也很红，很漂亮。光是在外面散步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很满足了。为什么我刚刚哇了一声？因为躲一整天的富士山出来了。从厚厚的云里探出来了。一边散步，一边往晚餐的餐厅前进。你看，是不是在外面散步就很漂亮了？看到我要吃的餐厅了 ，Hodo 研究所。这是我在红叶季的广告单上面看到的，它的海鲜 Hodo 照片看起来很厉害。哇，这里超级狗狗友善，还有准备一个小公园给狗狗奔跑哎。我们到啦！
餐点了一份海鲜厚豆，然后加点一份扇贝。汤头很赞，我很喜欢，是清甜的味道。我没有去吃最多人吃的那2间，就是怕汤的味道太咸，我会不喜欢。不过呢，这里面的料我只喜欢雪宝跟扇贝，这个虾子我真的是一言难尽啊。来看看今天抽的签。太幸运了吧，又是吉！我对这支签真的非常有感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，所以我拜拜许愿通常都是我老公开开心心，我的狗健健康康。那这一次的神社巡拜，就像我之前讲的嘛，大家平常没有来往，所以我都不好意思许自己的愿望，我都是许愿这一块土地的人们可以平安，所以完全就是他签诗写的那样。后面这句更厉害，为了挑战而旅游。我不就是想要不自驾完成神域巡拜而开始规划这一趟旅程的吗？这支签真的是太神了吧！这2天抽到的签都超级可爱，之后要把它们统统收藏起来。再来看看早上的宝石签都写了什么。哇，又是大吉，太幸运了吧！接下来开箱我在北口本宫富士浅间神社买的可爱小马。你们看是不是超级可爱？他们一个写福，一个写寿，真的是又吉祥又可爱，太喜欢了。在新昌富士浅间神社买了一条手链玉手，它有不同的颜色，我选了金黄色的，上面还配了水晶，超级好看。这是秋天限定的玉珠印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超级精致，超美的。这张也超级漂亮。然后是今天的手账啦。每次写手账的时候，都觉得好像又去玩了一遍。你们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啊？希望下周在你每一个微小的选择中，都能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。那么我们下周见喽，拜拜。